王大姐，陈家说了10两银子，今天按手印儿，明早就来接人。你这边别再拖了。10两听着不少，可他在沈家这么多年，总不能白养吧？话是这么说，可你也得想想，他这个样子，普通人家不敢接。陈家有房有田，已经算不错了。娘，姐姐还发着热病，她要是醒来不答应怎么办？他答不答应不重要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他做主。那就趁他没醒，先把手印按了。等陈家明早把人接走，他再闹也晚了。这10两真的够给我做嫁衣吗？够了，给你添2身新衣，再还1半粮钱，他还算有点用。这是哪儿？我不是在改村庄规划图吗？沈南枝这门亲事，你们家真不吃亏。他过去有饭吃，你们家拿银子，两边都省心。沈南枝，沈南枝，吃得多，干活慢，谁家摊上你都犯愁。姐姐，你别怪娘，家里确实难。南枝，忍忍吧。沈家这个大女儿，怕是不好说亲。我穿越了，原主也叫沈南枝。亲娘没了，继母当家，爹不敢做主，妹妹嘴上劝，心里向着他娘。月娇，去看看他醒没醒，没醒就先按手印儿。他们想趁我昏着把我嫁出去，既来之则安之，走一步看一步吧。姐姐，你醒了？外面是在给我说亲。娘说是好亲事，陈家不缺粮，你过去不用挨饿。男方多大？年纪是大些。大些是多少？姐姐，你刚醒，别出去惹娘生气。他都要替我按手印了，我还管这些？谁让你出来的？你病还没好，回屋躺着去吧。我躺回去，你们好按手印把我卖了。姑娘，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你娘也是替你着想。我娘早就不在了。我虽然是你继母，但我管这个家就能替你做主。谁让你出来的？你病还没好，回屋躺着去吧。我躺回去，你们好按手印把我卖了。姑娘，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，你娘也是替你着想。我娘早就不在了。我虽然是你继母，但我管这个家就能替你做主。嫁给谁？隔壁青石村陈家，人家有田有屋，日子过得稳。多大年纪？也就才50出头。我20，他50多。你们觉得合适吗？年纪大，知道疼人，会过日子。这10两是给我过日子的，还是给月娇做嫁衣的？你胡说什么？跟月娇有什么关系？刚才我在里屋都听见了，要不要我再说细点？家里怎么用聘银，那是家里的事儿。你一个姑娘家嫁过去，有口饭吃就行。有口饭吃就能不过问我的意见？你还想挑？你也不看看村里谁愿意上门说亲？陈家肯要你是你的福气，这福气给月娇行不行啊？姐姐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是担心你以后没人照顾。担心我，就坐在旁边等着拿新布做嫁衣。爹，这事你知道吗？南枝，陈家那边条件不差。你知道他50多？知道。知道你还点头？家里确实撑得紧。你王姨说，去了陈家你也能有口安稳饭。你们说来说去，没人说我愿不愿意。少废话，你爹也同意了，这婚事就这么定了。我不同意。好啊，那就让村里人听听你是怎么不知好歹的。大家都来听听，我给他找了门能吃饱饭的亲，他醒来就说我害他。陈家那个陈老头年纪是大了点儿，那也该问一句他自己愿不愿意。年纪大一点又不是坏事，陈家有田有屋，他过去不挨饿。那就当着大家说清楚，陈家给10两是聘礼还是卖我的？婚嫁本来就有聘礼，别说的这么难听。正经婚嫁会趁我昏着就按手印。姐姐，你别把事情闹大，你这样说，娘以后怎么在村里抬头？我都差点被人卖了，问2句你就觉得丢人了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别跟他说了，按完就清静了。姑娘，手印一按，明天陈家车来接。
是接人还是接货？你再闹，我就让你今天连这屋门都进不了！这门亲，我不认。你敢！这让我怎么跟陈家交代呀？赵石说，人醒了，不嫁。你吃沈家的，住沈家的，轮得到你说不嫁就不嫁？那就分开。今天起，我不吃沈家一口饭。好啊，大家都听见了，是他自己要分出去的。拿着，村委那间破屋归你，米就这些，柴没有，锅也没有，你不是能耐吗？自己过去吧。这米已经发霉了，嫌坏就别拿，反正沈家没多的粮养你。村委那屋子漏雨，他还病着。那你养粮从哪儿来？月娇的嫁妆怎么办？刚才按手因你不拦，现在心疼了。南枝，爹也是没办法。没办法，就把我推出去。姐姐，你现在说气话，到时候会后悔的。村委那屋子真住不了人，住不了也比任人摆布强。走，今晚别回来求饶，叫门我也不开。大家听见了，今天是王氏把我分出去的，以后我怎么样都不归沈家管。这话我们听见了。你还找人作证，防着以后有人翻旧账。陈家那边可还等着回话呢，急什么？他撑不了一夜，婚书都撕了，明天陈家还来。他手里就一袋没米，村委那屋子连雨都挡不住，等他撑不下去了，自然会回来低头。可他刚才当着那么多人说不嫁，饿一晚上嘴就没那么硬了。现在没钱没粮没靠山，继母想把我嫁出去换10两银子，亲爹指望不上，妹妹也不是省油的灯。先活下来吧，吃的、水、住处，一样一样解决。门能关，灶还能看，先不算绝路。水不能直接喝，得烧开，可没锅也没柴。没得厉害的不能吃，能吃的先挑出来晒，剩下的以后看还能不能用。王氏还真怕我吃饱了啊！先挡风，天黑前找柴。今晚不求吃饱，先别冻着。陈家那边说了，婚书撕成这样，又没手印儿，明早不好直接接人。不好接？银子他们不想省了，陈家怕闹到村里难看，说等你们把人劝住，再重新写一张。娘，姐姐要是真不回来呢？他手里只有一袋没米，住的是漏风破屋，今夜挨过去，明天也得饿着，他撑不了2天。那陈家那边我先拖一拖。拖，等他回来认错，再让他按手印。破灶一个，缺口水缸一个，端木板2块，吃的只有这些。明早先找水。王氏以为我会低头认错，回去接受这门亲，那就走着瞧吧。屋漏不是好事，但至少说明今晚有水。先找水，再找能吃的野菜，屋子晚点再收。南枝，你真住到村委来了？先住着。婶子，这酒水能喝吗？能喝是能喝，就是浑，得放一会儿。你没锅吧？没有，先装回去沉一沉，锅再想办法。你这个罐口裂了，漏一点没事儿，能带回去就行。村委屋后有野菜，可别乱挖，有些吃了坏肚子。认不准的我不碰，多谢婶子。石南枝，你找草吃啊？找能吃的菜。草还能分能吃不能吃吗？当然分，不认识的不能往嘴里放。表土还在，就是板结，不是完全不能种。住的偏，倒是离这片荒山近。河道干成这样，怎么还有水草？湿的。这河干了10几年了，你挖它做什么？
干了10几年还长水草，河底还有湿泥，你不觉得奇怪？以前这河通县外大河，后来山洪塌了上游，村里人都说水源断了。水源断了，河底不会这么潮。你觉得不是断了，是堵了？我现在只能猜，要确认得顺着上游看。上游是窄谷，路不好走。我不急着进谷，我先记下这地方。你昨天刚被赶出来，今天这是干什么？没地没粮的人，当然得先琢磨怎么活着。今天先吃野菜糊，下午补门，晚上晒米，明天去问李正，荒山能不能试种。这个锅我家不用了，底儿还没漏，你要是不嫌弃，就先用着。婶子，锅我不能白拿，我今天挖了些野菜，分你一把。一把野菜值什么？现在我拿不出别的，以后有能还的，我再补给你。那你先把水烧开，别喝生水，病还没好，扛不住。我记住了。破屋有了锅，荒山有土，旧河床有湿泥。往事想让我撑不过今晚，可我偏要撑下去。今天去找李正，荒山没人要，才有机会拿下来。不能只靠野菜过日子，要种粮食才行。破屋在村尾，荒山就在后面。旧河道从东边绕过去，离得近，能管得过来。兰芝，你这是去哪儿？昨晚真在村尾那破屋住下了？住下了。王氏没给你送饭，他给了一袋梅米，那米也能吃？挑一挑能撑一顿。那你还不回去认个错？认错之后呢？继续受他摆布。他这回是真不想回去了。李正叔，我想问一件事。兰芝，你不在村尾收拾屋子，来我这儿做什么？村尾后头那片荒山，我想试种。你试种荒山？你连自己都快养不活了，还想养山？那片山多年没人管，村里也没收成，我只要3个月。你知道那山为什么没人要吗？石头多，土又硬，牛上去都嫌累。所以我才来问的。好地哪轮得到我种？你拿什么试？你手里有种子，有农具吗？有人帮你？我先试试。这事儿不是一句话的事。荒山虽荒，也算村里的公地，所以我不白占，我可以写地契，种不出东西算我自己的。要是种出东西，我继续管那片山，以后交山租。还敢写契？他这是来真的。既然大家都在，那就说清楚。兰芝，你要试哪一块？村尾破屋后头，西北坡到旧河墙边那一片，山脚我先试试，不动山上的树。口气不小，一开口就是一大片。树不动，山路不堵，村里人原来走哪儿还走哪儿。我只开山脚那几块荒坡。那地方确实没人种。爹，白给他试，凭什么？他要是乱挖，把山弄坏了，谁管？写进去，我只开能种的坡地，不砍树，不堵路，坏了公用的地方，我赔。你想得倒细，不细点儿，后头就有麻烦。还要写水？你又来凑什么热闹？你什么意思？村里公用水不能让他独占，他开出来的沟渠也不能被人随便动。我同意，若水是旧河公用，村里能用，但我自己挖出来的沟、修出来的渠，不能让人乱动。这话倒公平。水都还没影呢，说的像真能挖出来一样。既然是村里的荒山，大家都看着。沈南之试种村尾西北荒山，期限3个月。3个月内若种不出东西，荒山收回，所花人工等由沈南之自担。若3个月内种出作物，沈南之可继续租此片荒山。自第2季起，按收成一交村中公账。1成太少，种不出来我全赔，种出来坐着收1成，这还嫌少？那也得加一条，3个月后没东西，不光收山，村尾破屋也不能让你白住。破屋是王氏把我赶出来时说归我的。王氏说归你，村里可没点头。那屋空着也是村里的地。李正叔，村尾破屋到底算谁的？那屋原本是沈家2房早年搭的，后来没人住，地是村里的，屋算沈家旧屋。那就写明，3个月试种期内我可以住。若我种不出东西，再另议。若种出来，破屋我自己修，村里不出钱。另议2个字容易扯皮，写成说3个月内不得赶人。试种成功后，沈南之可继续居住并自修，村中不得无故收回。陆公子懂气，看过一些。你凭什么替他说话？
我只是在说气，不是替谁说话。就按他说的写。行啊，既然写的这么细，再当着大家说一句：3个月后，要是荒山还是荒山，你别说我们欺负你。3个月后看。你最好记住。南芝，你想好了，手印一按就不能反悔了。想好了。启程。3个月后，村里验山。沈南芝，那片坡连草都长不好。走着瞧吧。你真打算从山脚开始？从离破屋最近的那块开始，省力也好看着。那块土硬，得先松土。我知道，先小块事，不贪多。3个月，种不出来，破屋也别想住。黑透的扔，还能看得晒，颗粒完整的留着是芽。下午补门，明早翻地。一袋美米还当宝贝挑呢，我看你能撑几顿。姐姐，荒山气都暗了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后悔什么？后悔没让你们将我卖了。嘴硬，等你饿了就知道家门不好出了。我先把这顿饭吃了，你慢慢等吧。他哪来的锅？好像是刘婶给的。我倒要看看谁还敢帮他。刘婶儿，你家锅多的用不完啊，还往村委送，一个缺口旧锅，他没锅烧水，我就借他用几天。他刚从沈家分出去，你就上赶着帮，以后他赖上你，锅是我家的，我愿意借给谁就借给谁。锅还回去，沈家的事轮不到外人插手。这锅不是沈家的，你是沈家出去的。昨天当着村里人说了，我不吃沈家一口饭。今天又说我归沈家管，什么都让你占了。锅是我借的，他给了我一把野菜，不算白拿。姐姐，一把野菜就换锅，外人会说你占便宜的。今天先还这些，等我地里有收成了再补。你还真把日子过起来了。刚开始，你要看可以站远点看，别挡我晒米。原来你真的不是赌气。怎么看出来的？你把要做的每件事都分得很清楚。分清楚，才知道以后怎么走。脱了壳的米不能当种，能发芽的是袋底这几颗带壳骨的。还真活了。太少了，不够重。那你还折腾？一粒能活，就说明这地方不是死路。几粒骨芽也能当饭吃？现在不能。那你高兴什么？能活就行。我看你能活出什么花来。这里离屋近，能看到。先试一小块。南芝，你挑哪儿不好？挑这块硬地。硬地也能改过来，远处的地看不过来。你这身子骨干不了多久。你摆石头干什么？挡土，下雨时让土留在这里。还知道挡土，不像是乱挖。有旧杵吗？借我用一天。饼裂了，别用猛力。我不白借，今天挖的野菜分你一把。不用。白拿别人的东西，后头说不清。清清楚楚做事，明明白白做人。种地还插签子，哪天翻土哪天种，哪条沟里放了什么都要记清楚。种庄稼还用记？靠天也靠人，不记就不知道错在哪儿。沈南芝，你把荒山当账房了，还一根一根插签。你看不懂就别说话。3个月后，这些竹签可长不出粮食，也不会因为你多说2句就长出来。
左脚外侧缺一块，鞋底有斜纹。谁这么缺德？你干什么？昨晚有人踩坏我的垄，鞋印和你这双一样。哼，村里穿草鞋的人多了。左脚外侧缺一块，垄上的印也缺一块。还真对上了，踩一下怎么了？那也是村里的山。契上写了，3个月内不得动我的地。你不认，我找李正看契。第一回，我先记下。活了7成，比预想的要好。南芝，朕出苗了！声音小点，苗刚出，我怕有人使坏。这硬地还真能长出东西，几根苗而已，风一吹就没了。所以要看着，要补苗，要挡水。说的像收成了一样。没收成我不说大话，出了苗你也别说有问题。南芝，我家屋后也有一小块坡地，你能不能也教我试试？能教，但要完全照着我的方法来。你说，我照做。先翻小块，不贪多，石头挑出来挡边，不认识的种子别乱撒，浇水不能一盆泼下去。你慢点儿，我脑子笨。我画给你看。刘婶儿，你还真信他？他地里都出苗了。明早我去你家看地，你自己先别乱动。插几根竹签就能出苗？他就是这么弄的，村里人没见过才觉得稀奇。那你也种出来让他看看。怎么他能种活，你的就黄了？他肯定藏了法子。沈南芝，你是不是故意不教你妹妹？土没翻，水浇多了，豆子撒太密。不是我藏，是你们只学了插竹签，种地不是摆摆样子就行的。沈南芝，山脚出苗了，村里得重新谈山租。契上写1成，那是没出苗前。现在你能赚钱，村里收3成也不多。这不是刚冒苗吗？哪来的钱？以后会有，提前写清楚。李正书，契是你写的，3个月内试种1成山租，现在还能临时改？白纸黑字不能改。爹，他占村里便宜。今天能改他的契，明天谁还敢跟村里签？按元气来。这草也能卖钱？能不能卖要看药铺收不收。先挖一点，不挖空。这里这么多，为什么不多挖点卖呢？挖光了，明年就没了。根不断，叶不烂，价才不会被压得太狠。乡下挖来的野草不值几个钱，一共20文。这堆根须完整，这堆叶子破了，这堆只能晒干，不能一个价。掌柜，这几株品相好，根没伤。你懂得倒不少。这样吧，上等30文，中等10文，剩下那些我就不要了。上等根须完整，没有霉点，中等能晒干入药，下等我自己带回去。姑娘，你第一次来县城卖药草，别把价咬得太死。第一次来，不代表我看不出好坏。掌柜，这几株确实比平常乡下送来的好很多。上等50文，中等25文，下等你带走。成交，以后货好还是这个算法。你叫什么？沈南芝。一半买苗，一半留饭钱。姑娘，桃苗便宜
梨苗贵些，枣苗耐旱。你要哪种？桃、梨、枣各拿几株，根太干的不要，断根太多的也不要。你还懂这些？懂一点。行，你这姑娘不好糊弄。你有钱买树苗，不知道先孝敬家里。这钱是我挖药草卖的。你姓沈，赚的钱就该先想着沈家。我跟沈家已经分开了。这是我的东西，不可能交给你。装神弄鬼，我看你能种出什么！你真买树苗了？只买了几株。村里人怕是又要笑你了。所以还种豆子和药草。低处种枣，半坡种桃梨，高坡先不动，太费力。那我帮你挖坑。浇这么点够吗？先压根，不能灌太狠，明早再看。真把山当自己的了。今天李正来验山，你怕不怕？怕也得验。这也叫种出东西？粮仓满了吗？钱袋鼓了吗？契上写的是3个月内种出作物，不是3个月养活全村。苗活了，树也活了，按契来说，他成功了。爹，这才几个苗？白纸黑字，别再争了。那从今天起，这片荒山我继续管，1成山租，等有收成再交。南枝，我家屋后也有小坡，你帮忙看看能不能种。我不求多，能种点豆子就行。可以看，但先说清楚，愿意按我的法子来，我才交，别浪费种子。都听你的。周成哥，你不是说他种不出来吗？几株苗算什么？等真见钱了，他才会露出狐狸尾巴。可现在村里人都去问他，那就不能让他那么顺利。你去哪儿？找个懂买卖的人。你还把山分开了？高处风大，先不动。半坡种果树，山脚种豆子和红薯。靠旧河床那边先留着看水。为什么不全种一样？山上每块地不一样，硬把一样东西塞满，死得更快。旧河那边先别挖深，下雨时水会往低处走。我先留排水沟。陆公子怎么也帮你看？他不是在帮我。沈姑娘，你这药草以后都卖我吧，我一次包下，省得你跑县城。怎么包？不分上中下，一个价，我给你方便，你给我便宜。听着是省事儿，省事不划算。好的当差的卖，亏的是我。姑娘，做买卖不能太精，不精一点就只能被你压价。看来沈姑娘胃口不小。我只是不想把好货卖成烂价。这个叶子少了点儿，算中等。根没伤，叶子破了，算中等。上等要根完整，叶干净。碎的就不要了。碎的晒干能做驱虫包，也能沤肥。南枝，我家也挖了些，你帮我看看。可以，但先说好，不挖幼苗，不拔干净，明年还得长。听你的。一个村姑还想叫人做买卖？钱掌柜，要不我帮你拦一拦？先别急，等他货多了才好拿捏。南枝，非得写这个吗？咱们乡里乡亲现在嘴上说得好，等有收成了就容易吵。写清楚谁都不吃亏。我出地也出力，苗你给，那你出地出力，我去育苗和法子。第一季先4-6，你6我4，等你自己留种，后面你占大头。你不一直收4成？我不是来抢地抢粮的，你们都会了，村子才能好起来。契上再加一句：按法子种，私自乱改，损失自担。这句要写，省得苗死了怪我。这是谁干的？这不是糟蹋东西吗？别踩，地上有脚印。刀口不齐，柴刀砍的。别动那棵。
刀上掉的，像是缺口柴刀。树苗钱、人工钱，耽误的时间都得赔。铁屑卡在断口里，谁的刀缺口对得上，谁赔。周成，把刀拿来。凭什么插我？你不拿就等于默认。你还真砍人家树？我就砍了2下，几棵小苗能值几个钱？苗钱、运回来的人力、挖坑浇水的工，按账算，80文。你抢钱？不赔就按契找李正记你毁地。赔。这钱补苗，不够的下回再算。你这几天看着都有精神了，能吃热饭，能睡好觉，人就缓过来了。王氏说你撑不了2天，他说他的，我干我的。南芝那边真有药草能卖钱？能卖，但得会弄，乱挖没人收。他倒真混出点动静。娘，要不我们也去山上挖？先别动，看清楚他卖给哪家。这花不碍事儿，不倒苗的可以留下，看着舒服。这边能歇脚吗？能，别踩地，坐石边。有水没？买1碗。婶子，明天可以支个小水摊儿。真有人买吗？有人问水就有机会，卖不完，咱们自己吃。昨天就是这儿，来2碗水，2个饼。好，好。他连水都卖上了。南芝，这比我挖1天野菜挣得多。明天别加太多，路上人还不稳定，先看几天再说。这是什么？在村里的路边摆摊儿，交钱。这块石边在荒山示众范围内，契上写了山脚归我管。管地不等于能摆摊儿。茶摊不占路，不堵人，卖的是刘婶的水和饼，不是村里的东西。用村里的地就得交。要收找李正改契，没改之前牌子拔了。你别太得意。我很忙。这路昨晚还好好的，走不了就算了，我们换路。别急，旁边有条窄路能修。现在修来得及吗？先让马车过去。这边坡缓，比旧路稳一点。那以后就走这边。这路比原来好走。拦路的石头别扔，敲碎可以铺新路。这片荒山是谁管的？沈南芝，以前没人要，现在他管。荒山、茶摊、药草，有点意思。我能写几句吗？县里有人爱看这种新鲜事。能写，但别夸大。山还没出过大收成。我只写见到的。这几天没下雨，怎么还这么湿？今天先记位置。干得慢，底下还有水汽。3天都湿，不像积水。向上游还有水，只是下不来。旧河以前从那边进村，想要查就得进谷。先找李正，不能自己乱挖。对，水一旦放错，比没水还麻烦。旧河床连续3天有湿泥，我想去上游的窄谷看看。那地方塌过，路不好走。你当水这么好找吗？
我没说一定有。要是真有水，这是好事儿啊。可全都禁锢，耽误干活。先去2、3个人看一眼，不用全村动。我去，路塌不塌，看了再说。只看不挖，天黑前回来。明白，别逞强，小心点儿，看不到就回来。知道了。水以前到过这里，水线不低，说明以前水量不小。这里也是。再往前就是塔口，小心点儿。你听，有水。不是水源断了，是口子堵死了。水在后面，但口子不能乱开。堵了10几年，里面可能憋着水，一下挖开控制不住。先回村叫人，要绳子，还要挡水的土袋，还要分段清，先通小口看水量。你还懂这个？以前跟人修过。看见水没？有水，但堵得死，得找李正。上游堵口有水声，先清小口，不大挖。渡河不是小事，出了事谁担？不动也有事，堵口在他，水一样会冲下来。说的轻巧，谁去干？白给他修河？不是给我修，旧河通了，村里交替养鱼运货都用得上。可干活耽误1天，谁补？济公，以后鱼塘河运茶滩多出来的公账，先补出工的人。村里旧册有河道记录，我去翻。是公河，明早出人，只清小口，听陆公子和南枝安排。年轻的搬枯木，力气小的装土袋，谁都别站正下方。还真把自己当管事的了。要不你来指挥？先挖这边，小口够1拳的大小就停。水要出来了！停住，退后！别急着挖大，先让他留半个时辰。还真有水。今天到这儿，明天再清第2段。堤岸先用石头压住，别让水乱冲。这段还行，进村前要慢。有水了，旧河有水了！这河干了很多年了，终于有水了。就这么点水能干啥？先稳住这点水再说。鱼，有小鱼！先别捞，水刚回来，鱼不能一下抓光。鱼都看见了，不抓等它跑。小鱼抓了，后面就没大鱼，要留种。河是公河，你凭什么拦着？公河更不能乱抓。今天下水抓，之后谁都没鱼抓。南枝说的对，刚有点水，别糟蹋了。先立规矩，3天内不许下楼。那鱼就看着。先挖小鱼塘，把水引一点过去，以后专门养，专门抓。这里离河近，挖浅塘不伤主河。塘口要能关，水大时进，水小时停。别挖太深，边上流坡，人掉下去能爬上来。这底下土黏，锄头都带泥。粘土，粘土有用。先别乱扔，单独堆起来。这土细，可以试试。鱼塘先做完，其他的后面再说。鱼塘算公账，出工的人先记工，以后卖鱼先抵工钱，再进公账。水不深，船走不了，木筏能试试。只走村尾到东河湾，先运药草和柴，不做人。你倒是谨慎。出了事，谁都担不起。王姐，前头加一根撑杆。这可比背过去省力。1天能多跑2趟。先记每趟多少东西，别乱收钱。这段不清，筏子过不稳。只清中间一条道，两边水草先留着。为啥不全挖干净？
全挖了，岸边容易塌，鱼也没地方躲。这里能做个小码头，但木桩得晒好。先做临时的，能卸东西就行。良苦药草，少背一趟山路。这就是河的用处。河一通，他送货就方便了。现在村里都听他的，我爹也不懒。公河不该他说了算。你想要河运？我想让他的货出不了村，或者只能从我这儿出。装拔了，筏子靠不了岸。别让人看见。谁动了桩？不是水冲的，有人把过。又是谁？和上回彩龙的谐音像。南芝，这土越挖越多。鱼塘要用一部分，剩下的别倒，堆到坡边晒。周成，去道歉。这还潮，烧了80%要裂。我知道风险，先小窑试，别一次烧太多。挖土、采泥、晾坯，大家忙了好几天，要是全坏了，所以才先试小坯。坏在哪里，得烧一次才知道。这东西真能烧成砖？火一过就知道了。裂成这样，不能用了吧？不能，砌墙肯定碎。我就说烧不出来，荒山种2棵苗，就真以为自己什么都会了。里面还是湿的，砖坯太厚，晒得不够。对，不是土不行，是水没出去。记上说，第一窑湿裂，下一批砖坯做薄点，多晒2天。好，烧坏了记下来，就能把砖记好了。不记，下次还会坏在同一个地方。裂砖别扔，回头铺路边试试，不浪费。这回的比上次干。这次只改砖坯厚度，窑先不动，一步一步试。为啥不一起改？一起改，坏了不知道是哪一步的问题。窑口太窄，烟往外顶，火走不匀。乡下土窑都这样，能烧就不错了。能烧不等于烧得透。这窑先烧完，出窑后再看是不是火的问题。不裂了，可这砖一碰就掉渣。火没吃透，砖是酥的。窑口放宽半尺，后面开小风道，火从前面进，烟从后面走，里头才能烧透。开风道要是火跑太快，砖也烧不住。风道不能大，先开小口，柴不猛加，火稳着走。你不是只看过几次吧？我以前在工部水利营造司做过差，河堤、涵洞、砖窑、粮仓都碰过。工部那不是朝廷衙门？以前的事了，后来家里出事，我辞了差事，住回村边陆家旧宅。你帮我的次数不少，旧河、荒山契、鱼塘、砖窑都有你。你想问为什么？对，你不是村里人说2句好话就会出手的人。一开始是觉得你和别人不一样。哪里不一样？别人看见荒山说不能种，你先看土；别人看见旧河说水断了，你去查上游；别人拿到钱先想着花，你先买苗记账立规矩。后来不只是因为你，我是真想帮这个村。为什么？我见过水路断掉的村子，粮出不去，货进不来，年轻人走了，老人守着空屋。沈家村以前也快这样了，河通了，粮有仓，孩子能识字，村里就不容易散。那就继续帮，账照算，工也照记，你该拿的工分1分不少。我不要白工，也不抢你的事儿，你定方向，我补漏。这话实在。这回柴要多用，记上，以后算砖价、柴、人力、泥坯都得算进去。老秦半日，王木匠半日，搬柴4个人，我都写了。烧的时候别急着猛火，先稳一段，再加柴。
行，这回听你的。这块成了，真烧出来了，比土坯结实多了。先别急着分，成砖多少，裂砖多少，苏砖多少，都先点清。我来记。南芝，沈家后墙塌了，先给家里送些砖。这砖是村里出工烧的，不是沈家的。你姓沈，先顾家里不对。我现在住村委破屋，真说自家，也不是你那间屋。你这是有了本事就不认家了？认账，谁想白拿都不行。第一批砖不多，先用在最要紧的地方。第一批能用的砖不多，先用在哪儿？今天说清楚。谁家墙坏的厉害，先给谁。过日子总得先有屋住。那不够分，家家都有墙坏。谁先谁后又得吵。先建粮仓，粮仓不先修人住的屋？各家屋能慢慢修，粮一潮一虫一丢就说不清了。现在山租、药草、豆子都开始有了，没地方统一放。说到底，你就是想管粮。粮仓钥匙3把，理政1把，记账人1把，验粮人1把，我不一个人拿。粮仓要先垫高地基，旁边开排水沟，砖少就建小仓，别贪大。陆公子说的对，先小仓，目前够用就行。那我家后墙呢？就不管了。要砖可以排，出工抵砖，按账来。这样公平。先建粮仓，出工用砖剩砖，全记公账。窗别开太低，雨打进去，梁会潮。地面再垫一层碎砖，梁带别贴地。带上写什么？户名、斤数、入仓日，拿走多少也写。我写得慢，写对就行。 3把钥匙分开拿，谁要开仓，3个人都要到。这样就放心了。谁家的东西自己也看一眼，账错了当场改，别过后吵。有仓有盒有账，他这是不让货散着卖了。钥匙不在他一个人手里，钥匙不打紧，账是谁记，谁就能说清货从哪儿来，卖到哪儿去。以后想压价就没那么容易了。这个字我又忘了，不急，不会就问，别乱写。我会数数，我能帮忙吗？能，先学认字吧。去哪儿学？下一批砖建小学堂。村里请不起先生，先请老赵头教认字算数，能看气，能记账，能算价，就够用。种地还要读书？气看不懂，别人改了你也不知道；账不会算，卖亏了也不知道。我也学，总不能一辈子画圈吧？大人也能去？晚上学，白天孩子学。学堂不用大，先建一间，采光要好，雨天不漏。那就排上，粮仓后建学堂。沈家后墙你也写上了？写上，省得他说我故意不管，排到哪儿算哪儿。你宁愿给孩子盖学堂，也不给沈家修墙。砖是村里出工烧的，谁要用，按工分排。我是你继母，你把我赶出来那天，村里人都听见了。姐姐，家里后墙真的漏风，可以排。出工记账按顺序，不能插队。你就是故意卡我。木板在这儿，谁都看得见。你不信，找李正。想快点就出工，只站着在这儿催，永远轮不到。棚子小点儿，但能挡雨，先够用，稳定了再扩，不然空棚也是钱。码头这边筏子一天能跑3趟，每趟记货名、数量，谁家的，别一忙就乱。沈姑娘，我想租一间棚，卖针线木头。先租1个月，不许挡码头，不许乱涨价，不许缺斤少两。规矩这么细？不守规矩，客人下次不来，你亏，村里也亏。行，租1个月。为啥不租久点？1年租金更多。先看人，人不老实，不能留在街上坏名声。棚子别再往水边挪，涨水会淹。我在木板上写上，谁也不许私自往前搭。这还是沈家村？以前路都不好走，现在能歇脚，也能买东西。听说你们这儿能吃河鲜？去东河湾，今天有几桌，但晚了就没了。
村里还有青砖仓？刚建的，先存粮，再慢慢修别的。沈姑娘，果子、鱼、药草我全包，你们省事儿，我也省事儿。价怎么定？量大，统一价。3年内只能卖给你，价也由你定，这个不行。做大买卖都这样，你一个村子吃不下这么多货。吃不下就分开卖，鱼卖和鲜燕，药草分级卖，果子等熟了再定。不会一张契全交给你。你这是不信我？我只信清楚的账。路还长，沈姑娘别把话说死。价不清就是死路。今天就这几桌，鱼再多捞就小了。不够大的不捞，这规矩好，别一顿吃空。鱼新鲜，价也不贵。今天按桌卖，不单卖鱼。想买鱼竿去木棚那边。明天还有吗？我带2个朋友来。有，但得早来，每天限量。何仙宴我能带县里的客来，条件也简单，鱼和药草按我的价走。待客可以，按桌给介绍钱，货价另算。沈姑娘，县里商户不是谁都好说话，你这样分开卖会得罪人的。我卖货不看谁的脸色。沈姑娘，我明天带人来，不用别人介绍，照价付。看见了，客人不止你能带。你会做账，也会招客，那我就看看你能不能一直守住这些货。以后货出村，买家、价钱、数量都写清楚，谁来问都看账。我来记。果树结果不多，够办采果会吗？不靠这几棵树撑场，果子少就按份卖，山薯、豆子、鱼干、茶摊一起上。这边能自己摘？能。先付篮钱，摘多少称多少，不能折枝，坏一根照价赔偿。规矩挺细，不细，明年就没果子摘了。果子不多，但这山薯饼好吃。山上刚收的。别贪多，卖完就停。鲜果给县城客，鱼干给老吴带去码头，药草还是卖药铺。对，东西不同，买家也不同，别一篮子全卖给一家。我收鱼干和山薯干，量不大，价能高一点。先验货，后写价。今天只卖一部分。你怕我压价？我怕货路太单。沈姑娘，你这是宁愿卖给外人，也不卖给熟人？价合适就卖，不管熟不熟。货散了，后面不好管。我们自己记账，用不着你管。河是村里的，山也是村里的。现在货卖到哪儿，钱进了谁口袋，谁知道？这账不是刘婶在记吗？账他们自己记，谁查过？今天查。你说查就查？你不是说不清楚吗？现在说清楚。周成，清河出工半日，领工钱6文；周家鱼塘土袋2只，记公账4文。念我家的干什么？你说账不清，就从你家开始清。每一笔都有木牌和人名，谁要查排队看。这账清楚啊！以后每月初1晒账，谁有疑问当场问，过后造谣，先看账本。韩县长，河安街就在东边，村里现在都听沈南枝的。一个村姑管山管河管账，确实不像话。韩县城，听说沈家村开河烧砖建仓，县里很重视。县里要看账，随时能看。不只是看账，县里打算统一管理河岸街鱼塘和粮仓。你们村先把账册、契书、钥匙交出来。要是3个人拿着，怎么说交就交？这是县里的意思。县城令，沈家村河岸街暂由县里接管。没有县令印，也没有接管期限。你一个村民，还挑县衙文书的毛病？这不是正式令文。你又是谁？陆彦洲，以前在工部水利营造司做过差，正式调配河道仓房，不会只盖县城司印。要接管，可以请县令大人亲自验账、验河、验仓，到时候该怎么定，听县令。对，账册在，契书在，村民也在，我们不怕验。好，那就验。
明天真让县令来，来更好，一次说清，省得以后谁都想伸手。韩文远不会甘心，账和人证都要备齐。今晚把每一笔重新核实一遍。谁主事？荒山河岸结合账是南枝带着村里做的，县里早有扶持之意，下官一直关注。县令大人，账、契、公分、人证都在，先看哪一项？先看账。我清河出宫2日，钱拿到了，账没错。粮仓3把钥匙，李振我老赵头各1把，没3个人到，不开仓。韩县丞，你说县里一直调度，可有文书？下官只是提前关照。他今日带来的接管文书没有县令印。韩文远回县里候查。账清河清，人也清，沈家村这事可以往上报。我年纪大了，村里这些新账、新路、新买卖，我管不过来。南枝管吧，账他最清楚。我同意。他管方向，我记账，大家都看着。我可以管，但先说3条：第一，账册每月要查；第二，出宫按公分给钱，不许白使人；第三，山河、窑仓、码头都按契办，谁也不能私拿。这3条我来监督作证，写下来贴粮仓门口。好，那就写吧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长事了。不是官，就是干活的。干活的人最难躲懒。那就别躲。去年摘果，今天看花，你们这山真会安排。别折，折了秋天少果。走实路不要踩苗，走实路不要踩苗。孩子都能管路了。他们认字了，木牌也是他们写的。今年人比去年多，人多也不能乱夹滩，路堵了谁都不舒服。上山路口要加2块石阶，下雨会滑。记上，明天安排人做。你们这儿比县里凉快。河边有风，屋里也有凉炕。客舍只开6间，满了就不接了。有人愿意加钱住，真不接？不接，人太多，水和饭都跟不上。这边排水通，雨大也不容易倒灌。住宿钱一半进公账，一半给打扫和做饭的人。我写在门口，省得人问。歇脚可以，货别堵路。大的先卖，小的晒干，碰伤的做果浆。对，烂的不要混进去，坏一筐，砸的是村里的招牌。这些礼盒我想全收，只能收3成，剩下的留给县城客和老客。有钱不赚，不能让一家拿完。县令大人已经上报，沈家村列为县中示范村，后面可能还有上面的人来看。还要来人？来就按平时做，账别乱，路别堵，货别掺假。上面的人来不一定提前打招呼。那更好，平时是什么样，就让他们看什么样。这么冷，还有鱼吃？有，但不是想捞多少捞多少，今天就2锅。小鱼不动，留着明年。活鱼卖桌，鱼干卖路上客，别混价。记着呢，鱼汤10碗，鱼干按斤。你们这村儿1年4季都有事做？不是天天热闹，每季只做能做的，做多了人手跟不上。后院客舍门搭松了，已经换了。记到维修账里。记了。沈家村，我回驿站倒要跟人说说，冬天还能吃鱼。前头沈家村不错，路好走，有热鱼汤，有青砖客舍，还不乱宰客。沈家村？对，以前是荒村，这几年变样了。听说是一个叫沈南枝的姑娘带起来的。路标是谁写的？学堂写的，客人别走错路。你认字？认，账上斤两也会看。外人能看账，
公账贴出来的能看。粮仓是谁管？3把钥匙，3个人管，开仓必须都在。不怕麻烦？麻烦一点，比丢粮强。一个村子能做到这一步，不简单。也是一步一步做出来的。这条河以前就有。旧河堵了10几年，后来清开了。你姓陆？陆彦洲，工部水利营造司的陆彦洲。以前做过差，现在只是村里帮工。你倒是肯留在这里。这里的一切需要人看着。沈姑娘，若有人想强买你们村的货，或强拿这条河，你怎么挡？账册、契书、县令文书能挡一时，挡不住的就得往上报。若上面的人也想拿呢？那就请他先看村里这些人出了多少工，投了多少本，再问一句，他拿走以后谁来管？明日我再来。臣顾明怀，见过陛下。都起来！朕昨日已经看过村子，今日只问几句话。沈南之，荒山旧河、粮仓、学堂、河岸街，这些都是你带着村里做的？是村里一起做的，我出主意，大家出力，账上都写着。陆彦洲，你离开工部，却在这里修河、改窑、建仓，不觉得可惜吗？不可惜，我在这里做成的事，百姓用得上。沈南之，你想要什么？我不要私赏。南之，请陛下赐一块匾，再给一道铭文。沈家村的山河、窑、仓、码头、河岸街，按现有契书和公账办，外人不得强买强包，不得私自接管。只要这些？有这些，村里能自己过下去。好。沈家村公产契账，照册保护，不得侵占。赐匾。谁能想到沈家村也有今天？娘，别去了，他真不一样了。天下第一村，名头不小。名字是给外人看的，日子还得一笔一笔算。明天先做什么？查河岸排水，补学堂窗纸，鱼塘减半出鱼，还有春天的果苗该定了。我去看河岸。我去看账。